第一集，從福岡的小女孩到踏上東京的電車。最近濱崎步又被大家討論起來，不是因為他出新歌，也不是因為什麼緋聞，而是一場沒有觀眾的演唱會。在中國，一個可以容納14000人的場館，演唱會門票本來都賣光了，結果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被迫臨時取消。燈架好了，舞台也搭完了，現場卻不能開放觀眾進場。照理說，到了這個地步，濱崎步應該就收工回飯店休息，最多發個聲明跟歌迷說聲抱歉，事情就過去了。但那一晚，他還是上了台，他照樣穿好演出服，戴好耳返，跟着樂隊舞者一起，對着那些空空的座位，唱完了整場演唱會。沒有尖叫聲，沒有應援棒，沒有大合唱，只有他的聲音在場館裡來回震盪。很多人看到這個畫面，心裡都會問一句：他到底在堅持什麼？如果你把他的人生往前拉，你會發現，這種就算沒有人看，我也要唱的性格，其實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我們把時間拉回到很久以前，在變成濱崎步之前，她只是福岡一個普通家庭裡的小女孩，出生在單親家庭，家中並不富裕，也不是那種備受呵護、什麼都有人安排好的公主。家裡最明顯的空缺，其實是爸爸這個位置。他很小的時候，爸爸就已經不在身邊了。長大以後，在他腦海中只剩下一點點模糊的影子。他在節目裡有講過，大概依稀記得家裡曾經放過釣魚用的工具。爸爸應該是喜歡釣魚的人，其他的就是一片空白。很多細節可能連濱崎步自己也記不得了。網友倒是開始幫他腦補，有人說爸爸早就過世了，有人說他的人生很坎坷，甚至還有人說他父親是黑道。這些推測當然都有可能，但說穿了就是留言一路轉貼，添油加醋，比較像是大家在替那個空下來的位置自己編故事。而比較確定的是，這種不完整所塑造出來的成長環境，少了父親，媽媽必須加倍辛苦工作維持生活，外婆則在家裡照顧她。因為這樣的家境，濱崎步很早就知道，每一塊錢都是辛苦賺來的。某個冬天的傍晚，福岡天黑得很快，小小的公寓裡，外婆在客廳看電視，媽媽還在外面加班。濱崎步趴在窗邊，看着樓下路燈底下來來往往的人，心裡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受。別人的家好像都比較完整，我這樣算不算怪？為了補貼家裡的需要，濱崎步7歲那一年，有人介紹他去幫福岡當地的銀行拍廣告照，開始當起兒童模特兒。雖然只是穿着小洋裝站在櫃檯前乖乖地笑，可是對他來說，那已經是在為家裡賺錢的一種方式。每多接一個工作，冰箱裡可能就會多一點食物。外婆皺着眉頭，看賬單的次數也可以少一點。小小年紀的他，或許還沒有意識到什麼叫孤獨，只知道家裡的大人都很忙。經常晚歸的他，總是一個人伴隨着踩踏木地板的聲音，一個人走回房間睡覺。很多年以後，他出了第一張專輯《A Song for XX》，裡面那首同名歌一直在問：為什麼要離開我？為什麼要我這麼懂事？所以粉絲之間就有一種小小的都市傳說，會不會歌名裡那個 XX 其實就是他心裡那個不在身邊的父親？他自己沒有把答案講死，只說那張專輯寫的是自己對人生的迷惘和孤單。但當你知道他是這樣長大的，再回頭聽那首歌，很難不在腦中自動拼出那些畫面。在學校，他也不是那種第一眼就會被說哇，這個女孩以後一定是明星的類型。他有點叛逆，講話有時候帶刺，對大人安排的東西，心裡常常有一種為什麼一定要照你說的做的反骨。比如說，老師在早自習的時候，當着全班的面對他說：濱崎，你最近常常缺課，這樣下去高中考不上哦。濱崎一邊用筆戳着桌上的課本，抬頭看了一眼，冷冷地回：可是老師，高中考上了，也不會有人替我付房租啊。有一次，導師叫他把頭髮染回來，說：這是校規，你好好念書，乖乖守規矩，以後人生才會比較順利。他低頭看着自己的指甲，停了一下，慢慢地說：所以我只要把頭髮染回來，人生就會比較幸福嗎？這種對話聽起來很頂嘴，很欠揍，但你也聽得出來，他不是單純想耍帥，而是心裡真的在問：大人叫我照做的事情，跟我以後的人生真的有關係嗎？像這樣的小衝突，在他學生時代應該不算少。再加上他很早就開始工作，常常為了拍照、拍廣告，出席率低得讓老師頭痛。國中時，他染頭髮，裙子故意穿得比規定更短，又常跟當地的混混、暴走族一起走在商店街。
於是，在老師眼中，她是個問題學生；鄰居眼裡，她是不良少女。有些家長甚至會跟自己的小孩說，那個女孩最好不要靠太近。某天，媽媽下班回家，被老師打來的電話叫去學校談話。回到家後，她在客廳坐下來，看着還穿着制服的女兒，嘆了一口氣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讓老師打電話給我了？濱崎步嘴巴很硬，抬頭回一句，又不是我一個人在染頭髮。說完轉身走回房間，門一關，才在裡面默默掉了幾滴眼淚。這種小小的拉扯，大概就是他和大人世界很典型的一種距離感，既想被理解，又覺得自己不會被理解。而就在這迷惘的年歲，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濱崎步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因為學校想要辦個小小的表演，老師問說，有沒有人想上來唱歌？大家互相推來推去，沒人想出頭。結果他不知哪來的衝動，就把手舉起來了。那次當然不會是什麼超厲害的演出，台下也只是禮貌性的鼓掌。可是對他來說，那幾分鐘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原來只要我站上來，是可以被看見的。對一個從小孤獨的小孩，被看見這件事，比拿名次重要太多了。這種被看見的渴慕，讓年僅14歲的濱崎步做了一個瘋狂的舉動。他獨自離開了福岡，前往東京。多年後回頭看，這個決定其實就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賭注。小小的行李箱，幾件衣服，一點錢，加上一個不去會後悔的心。在前往東京的電車上，風景一路往後退，他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是一個內心緊張、嘴巴卻裝得很硬的小女生。到東京後，他當過平面模特兒，拍過廣告，演過小角色，是那種你現在回去翻老日劇、綜藝重播，才會突然發現，這個路人甲居然是濱崎步耶。比如說，你大概沒看過替動畫《龍虎拳》配音的濱崎步，也很少有人記得他還在電視節目裡當過主持人，拿着麥克風在攝影棚裡訪問別人。那時候的他，比起未來的歌姬，更像是什麼工作都先接接看的小藝人之一。雖然只有14歲，但娛樂圈絕不會因此對他手下留情。有人會說他不夠高、不夠漂亮、不適合當主角。這種話聽久了，很容易就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不行？可是他沒有轉身就回家，每天收工回到小小的出租房間，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腦子裡想的不是算了放棄吧，而是我還沒有被真正看見，我不想就這樣回去。或許就是這種倔強跟不服氣，讓他的人生有了下一個轉機。濱崎步第一集我們就先停在這裡，下一集我們就從這個轉機說起，看看這位來自福岡的女孩是怎麼遇到那位看出她眼神不太一樣的男人，又怎麼在愛情與工作的拉扯之中，一步步地走向平成歌姬這個位置。